白粥熬好了，起来喝点粥吧。阿元端着饭进来，几个人开始吃饭，这个话题才算终结。吃完饭，阿元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，连忙问顾采薇：“姑娘，可炸了油果子了？”顾采薇猛地一拍头：“哎呀，这2天明珠来了，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除夕下午，有交情的人家会串门互换油果子。阿元早就提醒顾采薇要多炸些，省得下午村里人都来不够用。若不是油果子放置时间长了味道不好，他提前就替他备好了。明珠听懂几分，小声说：“顾姐姐，我帮阿元姐姐做吧。是点心吗？我在家里的时候也给大哥做过点心。”行，我们一起来。阿元，你去和面，我想想还有什么东西要准备，一起弄好。不行，大哥，我可以的。明珠恳求道。他也需要休息。阿元，你去村里找几个妇人，许他们多点工钱来挣。你家姑娘和明珠都需要休息。顾采薇本来想说自己不困了，可是想到明珠身体不好，恐怕也会陪着自己强撑着，连忙答应下来，让阿元去找春花来帮忙。阿元带着春花和他大嫂在厨房忙碌，宋铎在正屋里看书写春联，顾采薇和明珠则是睡了一上午。到吃午饭的时候，满满一大笸箩的油果子已经散发着香气，摆在厨房里。阿元还按照顾采薇的喜好做好了饭菜。去我那屋吃，到炕上坐着吃，暖和下。阿元没有推辞，大方接过来。谢姑娘，从容地端着碗退下。明珠已经知道这里没有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。顾姐姐，怪不得阿元姐姐一心为你，原来你待她这般好。大哥总说我的丫鬟待我不好，我待他们也没顾姐姐这般。宋铎眉头都快能夹死一只苍蝇了。顾采薇抢在他开口之前说道：“明珠啊，阿元和你的丫鬟不一样，你的丫鬟是卖身的，对你好是他们应该做的，你没苛待他们，给他们月钱，他们却耍滑糊弄你，这样你就应该立威而不是拉拢。高门中自有约束他们，教他们如何伺候你的规矩，那你就按照规矩来。阿元只是帮工，而且帮我甚多，从心底为我着想。我这里也不是高门大户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，所以我视她为姐妹。你对待他们要恩威并重，而我对阿元是情义为先。当然，立威不是让你像你大哥一样时时冷着一张脸，而是你为人处事有原则，绝不允许别人踏足你的底线。就像我给你讲的宝钗，虽然对谁都很和善温柔，但是没有恶奴敢欺负她，而迎春就被欺负得唯唯诺诺。我这样说你可明白？顾采薇耐心地说，她没吃过猪肉，总看过猪跑吧，没经过宅斗，可是看得多呀。虽然她有时候胡言乱语，但是她很清楚，这个姑娘将来是要嫁入高门大院的，规矩对她来说可能是唯一的护身符。他无异于教他惊世骇俗，虽然不希望他逆来顺受，可是也不希望他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。有一个他已经够了，如果他不是突入异世，而是生于斯长于斯，他的很多纠结和坚持也就没有了。宋铎第一次用赞许的眼神看着顾采薇，仿佛在说讲得还算不错。顾采薇回他一白眼，明珠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随即用崇拜的眼神望着顾采薇。顾姐姐，你什么都懂，你赶紧进府里就好了，一切都由你撑着。等我有了银子啊，我也会替你说好话，不会让他委屈你的。顾采薇握住筷子的手顿了一下，旋即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戳，我用力戳。他幼稚地拿着筷子捅着鱼眼睛。明珠说这话并无恶意，如果在现代说欢迎你来我家做我哥小三，他这小暴脾气一定把说这话的人打成猪头，可是真是说不清楚。吃完午饭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妇人拎着篮子上门。阿元把准备好的瓜子、花生这些炒货，还有给小孩子的糖果都拿出来。表哥，你去厢房里回避下。明珠，你跟我一起待客，今天来回走动的都是妇人，你不用回避。春花也来送油果子，送了之后就没走，留下帮阿元送来来往往的妇人。几乎整个村子里的妇人都来了，有些人来了之后也不走，留在家里聊天。明珠一直很拘谨地坐在炕最里边，村里妇人夸她长得俊，跟画里的大家小姐一样好看，她就抿着嘴笑笑。顾采薇早就提醒她，村里人说话口无遮拦，而且有人极能说，搭腔后就怕他们问个没完，所以嘱咐她只负责微笑就行。明珠觉得她太有先见之明了。
顾采薇自己就无所谓了，跟他们嘻嘻哈哈，有时候听他们说人长短，就赶紧拿话岔过去，跟他们聊一些收成、孩子的事情。在这群看起来有些粗俗的女人中，依然游刃有余。明珠羡慕地看着她，顾姐姐真是太能干了。等到太阳都快下山了，妇人们都要回家做晚饭了，顾采薇家里的人潮才慢慢散去。哎呀妈呀，累死我了！顾采薇没有形象地躺着，坐了一下午，我这老腰，哎呀，也受不了了呀。阿元笑着上来给她揉着腰，柔声回禀道：姑娘，李正家那边我已经替你送过油果子了，除了油果子还加了2条肉，1斤糖。哎呀，我都忘了这事儿，还是阿元你想的周到。宋铎推开屋门走进来，村里人送来的东西我还没来得及收拾，饭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姑娘若是爱动弹，就再做几个菜。行了行了，管家婆，快回家吧，再不回去没饭吃了。来，晚上记得带虎子往我这里看，我放烟花，明天早上记得带他来啊，我给他封个大红包。阿元笑着行礼退下。这里不流行吃饺子，只有类似蒸饺的东西。顾采薇是北方人，而北方人一大特点就是逢年过节，不管啥节，缺了饺子那是万万不行的。所以她乐颠颠的和面剁馅，拉着明珠教她包饺子。明珠心灵手巧，刚开始几个不成形，但是很快就有模有样。雪团在院子里撒欢跑，过年的气氛也感染了他。远处已经零星响起了鞭炮声，估计是有些调皮孩子等不到晚上跟大人磨来的福利。宋铎今天难得很有耐性，听顾采薇大呼小叫也没恼。不一会儿，天空中燃放起绚丽的烟花，喝多了的顾采薇拉着明珠在烟火映衬下翩翩起舞。明珠有些不知所措，顾采薇却跳得异常开怀。难得过节高兴啊！宋铎对明珠说道：我不也请过师傅教你舞蹈吗？来，跳来看看，当做我提前收了生辰贺礼了。明珠看着他带笑的模样，实在有些不适应。从前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尚且没有如此待他，而今他几乎穷途末路，本来该是最交心的时候，待他却如此亲近和蔼。我没有顾姐姐跳得好，可不要嫌弃啊。顾采薇又点燃一排烟花，哼着小曲儿，拉着明珠的手，一会儿伦巴，一会儿国标，又一会儿随心所欲，跳得醉心。宋铎虽然当时没有作声，可是他知道这是真的。而现在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根本不止两个人自己的情感困惑，即使他忘得一干二净，他也是顾家的子孙，他不屑与顾延清支流相交，甚至有一天他们会站在完全对立的位置，这个局又如何破？即使再退一步讲，顾家一败涂地了，愿意将他拱手献上，那静妃娘娘和三皇子呢？他们断不会允许他以跟那个人有过瓜葛的女人为正妻，这又该如何？你我都有不同的未来，每颗心都有不同期待，谁的命运交给谁来主宰，任凭那风霜把记忆掩埋。你我都有不同的未来，每个人都有不同依赖，谁的思念依旧排山倒海，纵然流下热泪依然精彩。谁的思念依旧排山倒海，纵然流下
睡得香甜的顾采薇不知道宋铎这一晚上的天人交战。他一会儿梦见自己在考场上考试，已经快到交卷时间了，他的考卷上还空空如也，却不知从何下笔。一会儿又梦见自己在手术台上，不知道为何开了腹腔的病人腹中涌现出汩汩的鲜血，他却束手无策。这都是从未发生过，但是却是在他内心深处最惧怕的事情。不知为何，一股脑地涌入梦里。宋铎看他有些眼住了，轻轻拍打他面颊：咪咪，咪咪，醒醒！这个名字叫起来有些陌生拗口，却异常亲切，甚至让人在喊的时候声音不自觉地带上几分亲昵温柔。梦中恍惚听人唤敏敏，顾采薇一度恍惚自己回到了现代家里。等她茫然睁开眼睛，看清今夕何夕，才怅然若失地叹了一声：唉，还是回不去。你又做南柯梦了？宋铎问道，眼底是他看不清楚的情绪。是啊，表哥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哎呀，我怎么睡过去了？顾采薇抹抹眼睛，睡眼惺忪地问道。刚过卯时，大更的人刚从门前过。哎，表哥，你一直没睡啊？你不累呀？还早，我再睡一会儿。你也歇一会儿吧。宋铎本来以为他会问为什么他睡在这里，结果这姑娘心大，完全没当回事儿。别睡了，该起来准备了。一会儿啊，拜年的人就来了。阿元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卯时开始就有人拜年吗？哎呀，起这么早，我好痛苦啊！今天是春节了。哎呀，表哥，过年好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他猛地坐起来，从被子里伸出手来，带着期盼望着宋铎。又不磕头，又不行礼，就想要压岁钱啊？去，小气！顾采薇冲他做个回脸。啊，坏了，我怎么睡在这里啊？宋铎心想，你总算是想起来了。可是顾采薇也不查看自己的衣服，也不质疑宋铎，而是火烧眉毛一般的跳下去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，明珠会害怕的。宋铎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明珠早就穿好了衣服，坐在炕边等顾采薇。见她进来，端端正正行了个礼。顾姐姐，新年安康。顾采薇草草回了个不标准的礼，笑着说：新年好。哎，我给你准备的红包哪里去了？让我找找啊。说着从褥子下面翻出来2个红色荷包，把好看的递给他。借花献佛，你大哥给我的。明珠打开是2颗东珠，本来想给你4颗的，又觉得4不吉利，6颗嘛，我又舍不得。顾采薇不好意思地说：多谢顾姐姐，重在心意，家里不缺这些东西，可是顾姐姐送我的，我就很欢喜。回京后就让人镶簪子，虽是我戴过的，但也是长辈所赠，我半身的东西，姐姐莫要嫌弃。说到了嫌弃不嫌弃的话，顾采薇也就不再矫情，大方收下，但是也没带。村里人来拜年，他们可没那么多讲究，这个摸摸那个看看的，我可舍不得。明珠会心一笑，看着他拿出手帕包好，放到柜子里。2人携手到正屋去。大哥，新年好。明珠端端正正地给宋铎行礼拜年。宋铎答应一声，递给他1个红包。里面是银票，喜欢什么尽管去买。嘘，没诚意。顾采薇站在后面哼了一声。哦。宋铎挑眉，从怀里拿出另一张银票，又做事往回塞。既然敏敏觉得没诚意，那我就不给你了。顾采薇往前一跳，一把抢过来，看看上面的数额，顿时高兴了。嘿，有诚意，诚意大大的。草草吃过早饭，顾采薇和明珠开始干活。这是红纸，帮我裁一下，我们来叠红包，给来的孩子发压岁钱。顾采薇说着，在地上铺了一张纸，把早就准备好的一笸箩铜板倒在纸上，哗啦啦的声响，在她听起来甚是悦耳。顾姐姐，一个包多少铜板啊？2个就行，如果4个6个，估计全村的孩子都能来，就是2个，来的人也不会少。顾采薇早就算计好了，李家村是大村，想想所有的孩子都涌来，她的头皮都要炸了。但是她还是低估了村民的热情。从第一批结伴带孩子来拜年的妇人出门后，见孩子得了2文压岁钱后，都奔走相告，甚至回家把自己没带的孩子又领来一遍，
一上午家里的人络绎不绝。宋朵躲到明珠屋里，阿元和春花帮顾采薇招呼着来人。大哥，顾姐姐这里过年好热闹啊！明珠听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脚步声，妇人高声说笑的声音，无不羡慕地说：村里人啊，多受过他恩惠，所以趁着过年来给他磕头。不过呢，他多半是不高兴，他最不喜欢磕头，也不喜欢别人给他磕头。宋朵手持一卷书，斜靠在炕上的抱枕上，姿态闲适。想到顾采薇苦恼的样子，她嘴角扬起轻轻的弧度。哎呀，过年真是太累人了。所有人都送走，顾采薇躺倒在正屋的大炕上，宋铎和明珠也回到正屋。阿元在厨房里忙活。啊，顾姐姐，你怎么换了衣服啊？宋铎也望着他。家里来的孩子太多了，在炕上爬来爬去，吃着糖，我怕把我的新衣服弄脏了，就换了身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换回来去，过年得穿新衣服。盯着打扮一新的顾采薇，同为女人，她也有些看呆了。远而望之，娇若太阳生朝霞，破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绿波。明珠喃喃地赞道，而宋铎想到的却是：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所谓倾国倾城之容貌，大抵如此。顾采薇是个美人，宋铎第一次见她就知道，他现在也隐隐有些明白，那人当初弃顾家正统嫡女而选择他。他之前只以为是因为他在府外长大，和顾府未必一条心，容易控制，见他盛装才恍然大悟，恐怕他的容颜才是最重要的原因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有些不悦，那人曾经跟他如此亲密，甚至他不会承认他嫉妒那人，为何那么早就识得他的美？他有些变态的独占的心理。摘下来吧，太过妖冶艳丽。宋铎心中翻江倒海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顾采薇吐吐舌头，把头上的东西都摘下来。明珠怯怯地说：我倒是觉得顾姐姐这样打扮很好看。说完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反驳了大哥，涨红了脸，垂下头不敢看宋铎。还是你有眼光，不理他，你大哥直男癌，有什么欣赏眼光啊？哎，阿元阿元，好看吗？明珠送给我的。阿元看了一眼，似乎愣了一下，旋即笑着说道：姑娘戴着真是极好的。小姑娘慷慨带着笑意望向明珠。顾姐姐待我好，我也要待她好。这项圈看着甚是眼熟啊，你每年过年都戴的吧？明珠点头。不知为何和顾姐姐一见如故，我就想把心爱之物给顾姐姐。是姨娘给你留的？顾采薇耳朵竖起来，原来宋铎和明珠竟然是庶出，可是宋大爷这样子真不像能够忍气吞声的庶子。明珠摇摇头，姨娘的东西出府的时候几乎都没带出来，这是我们出府那会儿大哥带我去秦三哥家，秦老太君赠予我的。宋铎了然的点点头，没有再说话。吃完饭，阿元收拾好东西，对顾采薇说：姑娘，你不是想知道那婉娘家的事情吗？我到厢房里给你讲讲，表小姐还小，别污了她耳朵。顾采薇点头，快说，怎么回事啊？姑娘，我单独让你出来是有话对你说。她的表情太过严肃，让顾采薇的心悬了起来。姑娘，我原来是京中昌平侯府老太君身边的大丫鬟，后来老太君驾鹤西归，二老爷要我做通房，被我拒绝了。他一怒之下把我指给了虎子爹。阿元长话短说，急促地说：啊，这是真实版的鸳鸯啊！如果鸳鸯不自缢，恐怕也差不多结局。蒙老太君错爱，我管他的手势。最受器重大丫鬟没有之一。顾采薇心思又飞了，起初我只是见表姑娘眼熟，刚看到她赠予姑娘的金项圈，才想起来那分明是老太君送给裴家小姐的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表姑娘是裴家六姑娘裴文义，明珠该是她的小字，表少爷应该就是叛出裴家名动京城的裴大少裴文阳，后改名宋文阳。
袁急切地说完，留下顾采薇目瞪口呆。我的个乖乖啊，信息量略大呀！阿元曾经是这个时代的白骨精啊，每个大户人家当家主母身边的大丫鬟，那放在现代可不是妥妥的总裁助理级别啊。宋铎也是豪门出身，这他早就知道。问题是这货也是个叛逆的，竟然干得出来叛出家门，甚至改了姓氏的事情。亏他还好意思骂自己不懂规矩，哼！幼稚的顾采薇第一时间想到这点。姑娘，你可明白？阿元看他神游的样子，不由着急地摇他的手臂。啊，明白什么呀？顾采薇瞪大眼睛。表少爷啊，不，裴少爷，不，宋少爷根本就不是个好的。他在军中多年，脾气暴躁，一言不合就出剑，好多权贵子弟都被他伤了，告状到御前。若不是皇上宠爱他的亲姨母静妃娘娘偏袒于他，恐怕早就被责罚。他在京中声名狼藉，当时除了昌平侯府的三少爷与他交好外，其他勋贵人家没人跟他来往。更有人说，当初不是他叛出家门，而是遭到裴老爷驱逐，因为他逼奸继母婢女，逼得那婢女投井自尽，更持剑杀了一个路过的婆子，暴力自苏，莫敢相与。这是我离京半年前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都有所耳闻。明珠姑娘最是可怜，她本是乖巧听话的姑娘，可是被裴少爷强行带朱府，裴老爷气大少爷，连带着她也嫌弃，因为裴大少爷的生母仙夫人和裴六姑娘的生母是姐妹，所以连她也不准再进门。秦老太君最是明辨是非之人，虽不喜裴大少爷恣意妄为，不肯见他，但是对裴六姑娘仍存善意，可怜她母丧父离，连她将来婚事无依无靠，所以特意赏了她很喜欢的这个项圈，还是我亲手给裴六姑娘戴上的。也难怪我觉得明珠姑娘眼熟却认不出来，那时候她形容尚小，现在长开了，可是仔细看还是能依稀辨出当年模样的。她胳膊上有块烫伤的疤痕，当初我伺候她更衣的时候见过。袁一口气说完一大串的话，听得顾采薇觉得思维都跟不上。深宅大院宅斗果然深不可测呀。哦，我懂了，真是太复杂了。姑娘，裴大少爷连亲生父亲都敢忤逆，你还敢跟他来往？更何况他跟三皇子是表兄弟，一向走得近，现在三皇子卖国被圈禁，裴大少爷受不得也是通缉犯，你怎么敢收留他？如果被查出来，那是要连坐的呀。当年他还深受皇恩的时候，皇上想给他和孔国公家的孔二姑娘赐婚，被孔二姑娘当场拒绝。顾采薇用了好大一会儿功夫才消化完全部消息，看看他都卷入了什么事情啊！种田、宅斗，现在连夺嫡都有了。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其实还挺有穿越女主的范儿，但是好在他悬崖勒马，决定要跟宋铎划清界限，不能任由他好好的种田文发展成狗血的宅斗夺嫡大战啊！他其实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所以我才会收留他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跟他来往，此刻也撇不清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有数，他很快就走了，他太多事情不能在我这里磨蹭。阿元心事重重的走了。回到正屋，顾采薇面色如常。说实话，阿元的话在他心里也没有掀起太大波澜。和宋铎相处这么长时间，对他的身世他早有所猜测，不过得到证实以后，只觉得真他妈狗血呀，跟小说里一模一样的狗血。宋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看得他心里发毛。他就没跟你说别的？没有啊，还说什么？他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，心里却在想，莫非这货听到了？不能吧，若不是他自己一直盯着阿元的嘴唇看，都听不清楚呢。宋铎没有作声，只是嘴角的笑意意味深长。他其实不信宋铎能做出来逼迫女人的事情，还是婢女。他是一个眼高于顶的男人，说句不害臊的话，他跟他同床共枕那么长时间，美色当前也没见他冲动。他更是一个骄傲的男人，不屑于强迫女人。所谓有后娘就有后爹，事实真相到底如何，恐怕传播流言的人并不知道。在内心深处，他更宁愿相信这是一个后母跟小白菜的故事。但是宅门那些老娘们的算计他哪里懂？带兵打仗也许很行，后院估计很不行。阿元掩饰的虽然很好，但是他对他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，所以他把他看透了。他其实很好奇顾采薇的反应，可是他回来之后略不自然，之后就一切如常。顾采薇不是一个擅长掩饰情绪的人，可见他对于阿元跟他说的话是真的没有放在心里。为什么
他会毫不在乎呢？宋铎有些不明白，中关于他的那些传言，忤逆、好色、暴力，他知道的清清楚楚。所以当年皇上赐婚，那女人为了不嫁给他，当即就拒婚。虽然他也看不上那女人，但是被他明晃晃的当着所有人打脸，宋铎一直视那为奇耻大辱。这些事情阿元应该都告诉他了吧？可是为什么他还能若无其事？阿元都告诉你了，为什么不害怕？宋铎开门见山地说，视线像2道直射的 X 光，仿佛想透过他的表情直达他的心底。害怕？为什么要害怕呀？阿元难道没说经理关于我的传言？宋铎问道，几乎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他的答复。是为何？他隐隐有一种感觉，这个女人会给出一个预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独属于他的答案。表哥，你如何知道阿元知道你的身份啊？顾采薇没有回答，反而好奇地歪着头看他，问道，这些人都太厉害了，阿元凭着一个几年前的项圈就能想起那么多事情，而宋铎呢，不知道何时已经知道阿元的身份，甚至知道阿元今天发现了他的秘密。宋铎沉声说道，我早就知道他曾经是秦老太君身边得意的大丫鬟，这村里10年以内的外来户，每一个我都派人调查过，只有你们2个有问题。你才有问题呢！哼！顾采薇的这个白眼被宋铎捕捉到，他的嘴角线条竟柔和了些许。他今天看到项圈，面色就变了，虽然掩饰了，但是我还是起了疑心。怪不得你问明珠呢，还那么若无其事，真是一只老狐狸。没有什么想问的。你是宋铎还是裴文阳？对我来说，你都是你。心想，都是个难伺候的大爷，我又没想嫁给你，你是谁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真的不在乎那些流言？宋铎带着些许不确信地问道。流言嘛，哪有那么可信？继母也有儿子吧？你又是大少爷，这种为了争夺爵位、家产这些东西的纷争，我看过太多了。人心复杂，都是利己为先，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论后宅阴毒手段，你当时一个10几岁的少年，懂什么呀？哪里玩得过人家？宋铎知道他虽然迷糊，但是内心清明透彻，却不想他通透到如此，往那些高门贵女自视甚高，眼界却距他甚远。听说你还被拒婚，这也没什么，天下女人何其之多，何必拘泥于一人？就是那些世俗的女人看不上你，你完全可以找一个门户低些的书香世家的女子为妻呀，2人和和美美，偏偏要过出个样子，生5、6个儿子，欺那些女人。最好啊，你要宠爱妻子，独宠一人，让那些拒绝你的女人后悔去吧。那些看不上你的女人，其实并不是不明白真相，只是她们更在乎别人怎么看她们。这样的女人娶了也只能后宅不宁，不要也罢。说完后，顾采薇被自己感动了，多么善解人意，多么体察入微啊！哎呀，她真是个好姑娘啊。名裴文阳，后破出家门，改名宋文阳。我娘乃是武将之女，当初宋家在裴家生死之际施以援手，裴家为表感谢，上门为嫡长子求娶。那男人不喜欢我娘，冷落她，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她遭人害死，后来续娶了他喜欢的女人。那女人惺惺作态，却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他们很快有了嫡子，我这个原配所出的嫡子也就成为那女人的眼中钉，所以她陷害了我。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嘛。顾采薇撇撇嘴，切，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有了美色在前，哪里还去想已经香消玉殒的原配的孩子？我在京中确实名声狼藉，而且更糟糕的是，3皇子遭人构陷，我也遭人暗害。若不是侍卫拼命相救，若不是遇到了你，恐怕现在我已经是一具白骨。皇上以为我死，不过死为见尸，所以并未通缉我，只是在派人寻我尸体。而且现在皇上沉迷丹药，不听劝诫，明珠原本被软禁在府里，我找机会把她换出来。你还有什么想问我的没？顾采薇摇摇头，心想，我问你干嘛呀？我宋文阳。宋铎看着他，若是此次能够全身而退，度过此劫，必娶你顾采薇为妻。他承认他很冲动，可是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，虽然他不懂礼节，虽然他粗俗冒失，但是在离开的日子里，他脑海中却全是他的好。他妙手仁心，他坦率豁达，他通透机灵，所以在得知他真实身份的时候，他是无比愤怒复杂的。可是再回来，他还是他那个一样大大咧咧、心思纯良的姑娘。知道他断不可能为人妾室，他就开始考虑如何能够以她为妻。纵使困难重重，他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让静妃娘娘接受。许是被他刚才一番话打动了，他竟然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脱口而出，话说出口，顿觉释然。他望着他，眼神里是从未有过的炙热。
顾采薇受到了极大惊吓，半晌呵呵傻笑2声。那个表哥，不要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宋铎把手伸到梗后，解下脖子上的红绳，把带着体温的玉佩抽出来递给他。这是我娘的遗物，我上无父母，所以婚事自己做主，这是信物。你给我一件你的贴身之物，我宋文阳此生必不负你。顾采薇还在正愣间，就感觉到手心里被放入一块温热的玉佩，带着宋铎的体温。表哥，谢谢你看得上我，可是我觉得吧，你值得更好的女人，我会拖累你的。我不懂礼节，不懂高门规矩，不懂很多，我唯一擅长的就是医术，可是这在做你妻子上丝毫没有帮助啊。你可以学。宋铎打断他的话，不以为意。表哥，感谢也不用以身相许啊，我救了那么多人呢，都以身相许，我也嫁不过来呀。你若是感谢我，不如多给我点银票。宋铎真想拿戒尺狠狠地抽他一顿，他就知道这女人嘴里没什么好话，他一腔深情算是喂了狗了。这个我不能要。那你就扔了。好吧，你赢了，那我先帮你保管，还有强送东西的。对宋铎而言，顾采薇答不答应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心意已经传递出去了。日子过得飞快，很快就到了正月15，阿元初7之后就回来了，一直妥善照顾几人生活。李茂明也来帮忙打下手，做粗活。顾采薇一直过着猪一样的生活，写字，看书，打牌，唯一的运动可能就是每天教明珠打一会儿太极拳。表哥，我打得如何呀？刚开始，顾采薇兴致勃勃地跟宋铎炫耀，宋铎有时候也在院里练剑，剑花飞舞，行云流水，看得顾采薇眼睛都直了，也因此知道他是武艺高手。他在想，他会不会像发现绝世秘籍一般围着自己追问太极拳？不想，这货只是看了几眼，兴趣索然地说：养生尚可，适合女子老人。真没眼光。明珠练了10几天，气息好了许多。阿元来了之后，也被顾采薇拉着练，几个女人在院子里嘻嘻哈哈打拳，也是一道风景。姑娘，您的药箱、针、替换衣服都收拾好了，您看看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？阿元替顾采薇收拾好了东西，没了，记得给明珠带件厚衣服，不用准备什么的，后天就回来了。宋铎、顾采薇、明珠和阿元坐在马车里，李茂明赶车。15大清早，一行人就出发往县城赶去。程小姐的病可凶险？顾采薇不知道她为何会有此关心，实话实说道：不算凶险，但是需要好生将养。可离得了你？什么意思啊？顾采薇一脸莫名其妙。什么叫离得了我？她这病啊，这辈子都断不了药，有什么情况得随时找大夫，但是也不一定是找我。她之前的大夫都不如你，以后的也不会比你好。成文夸奖，虽然你这是瞎说的，但是我还是挺高兴的。表哥，你终于学精了，女人呐，就是需要表扬的。宋铎沉默，懒得再看他。到了客栈，因为到了灯会，所以客房特别紧张，只剩下1两银子一晚上的上房。顾采薇把10两银子拍到桌子上，数数人头。我和明珠一间，表哥一间，阿元和茂明哥一间，开3间上房。大姑娘，我不用，看灯都看到大半夜，我和阿元在马车上将就将就就行。那是1两银子呀，简直是抢钱。他拼死的干3个多月，一天也不敢休息，才能得1两银子。你要睡马车我不管，我可舍不得我的好阿元，万一冻坏了，我上哪里去找？再说了，你舍得他跟你遭罪吗？李茂明脸红了，偷偷拿眼角瞟着阿元，阿元脸色也绯红，也不看他，小声地对顾采薇说：姑娘，你太坏了，净欺负老实人。哎呦呦，这还没怎么样呢，就护上啦。掌柜的，带我们上去看房，然后整治2桌菜送上来，每桌6菜1汤就行。阿元伺候顾采薇吃饭，被他挥手打发回去，跟茂明哥吃吧，吃完了陪我去县衙。姑娘，下午让我家的去县衙送个信儿，姑娘不必亲跑一趟吧？不是说好明天给程小姐瞧病吗？就跟知县夫人回禀一声，咱们下脚的地方，定好明天的时辰，姑娘看可好？下午你和你男人一起去送信，下去吧。阿元见顾采薇没有反对，点头行礼退了出去。我们睡一会儿，
然后去逛街，晚饭在外面将就着吃，估计小吃摊会很多的，我们每样尝一口也就饱了。明珠可想去啊？我听大哥的。那就都去吧。明珠高兴地笑了，转头兴高采烈地问顾采薇灯会是什么样的。顾采薇摇摇头，我也没去过，不过听说很热闹，杂耍的，卖好吃的，猜灯谜的，不过也有拍花子的，所以呀，你要好好跟着我。要去行，必须戴围帽。那还有什么意思呀？雾蒙蒙的一片，看什么呀？玩什么？顾采薇跳起来反对，然而对上宋铎镇压的目光，他没有骨气地妥协了，嘟嘟着嘴说什么都管。午饭用得晚，所以一觉醒来已经是夕阳西下了。走，我们先去逛逛店铺。顾采薇拉着明珠，宋铎悠闲地跟在后面。阿元被顾采薇放假了，给了他几两碎银子，让他们两口子去你侬我侬了。顾姐姐，还没有你做的好呢，我不要。在胭脂水粉店里，明珠小声地靠在顾采薇耳边说，对，这些都有铅粉，虽然擦了脸会白，但是长久用下去不仅伤皮肤还伤身子。顾采薇也小声说道，等春天花开了，我给你再做一些，有机会给你捎到京城里去。买不买呀？招呼的店小二见两人打扮一般，站在柜台前半天不买，不由得有些不耐烦。宋铎刚要上前掏银子，被顾采薇拦住了，不买。他大声说。小二也不想他如此的干脆直白，愣了一下，快，好香啊！哎，我们去看看那边是什么吃的呀？顾采薇和明珠叽叽喳喳，像两只放出笼子的小鸟，欢快地穿梭在人群里。宋铎紧跟着他俩，江边沿岸的树上已经亮起了大红灯笼，一排排挂过去，像一条蜿蜒的巨龙。熙熙攘攘的小儿女依偎着凑在各种各样的摊位前，小贩的叫卖声，孩子的欢笑声此起彼伏。结冰的江面上腾地而起的巨大烟花引起无数惊艳声。怡红楼的姑娘们出来了！人群中突然响起一个男子兴奋的声音，人群顿时骚动起来，朝着早就搭好的台子蜂拥而去。顾采薇自然要去凑热闹，今天怡红楼的姑娘们会在月下表演歌舞，平时囊中羞涩的男人们一窝蜂地往前挤。正月15月儿圆，一轮明月挂天边，高高的灯笼红艳艳，祝回大地吉祥年。正月15月儿圆，火树银花照天边，红红的日子笑开颜，这是彩霞吗？生活润心打扮起来田。太好看了，跟仙子一样。看那些男人，眼睛都看直了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明珠早就不好意思看了，垂下了头。宋铎虽然在看，却面无表情。是他，阿元低声说，他是花魁，每年15怡红楼的花魁都会进行这样的表演。竟然还有那么多鲜花，是温房里养的吗？顾采薇见惯了现代演唱会的场景，注意力很快转移到了那些小细节上。县里有人家用温房养花，就是为了过年和15卖给有钱人家。阿元耐心地给好奇宝宝解释，古人的智慧其实是无穷无尽的，还想着冬天整个大棚种蔬菜。看，人家不仅吃的蔬菜，连欣赏的鲜花都有了。顾采薇心里默默感慨，大姑娘，你在这里呀！小葵不知道从哪里挤过来，对顾采薇说道。她今天穿着一身大红色新袄裙，依旧梳着双压髻，头上多了2根银钗，眉眼弯弯，面色红润，看得出来最近过得不错。彩霞姑娘说，大姑娘今天能来看灯，非让我到处找你。我还想着天气这么冷又这么远，大姑娘你不能来，结果还是彩霞姑娘说的对，大姑娘真的来了。顾采薇笑着打断她，哎呀，小葵，你这一口一个姑娘，把我绕的头都晕了。彩霞找我有事吗？她身体可还好？没事，彩霞姑娘身体好着呢。自从大姑娘瞧过病之后，彩霞姑娘按着方子吃药，很快就好了。难为你，我戴着围帽你也能认出来。
你姑娘让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小葵嘻嘻笑着，从袖子里拿出一方手帕递给她。顾采薇接过来，一方素帕，上面绣着几朵祥云。彩霞姑娘说，对大姑娘感恩戴德，无以为报。她的金银首饰都不干净，不敢污了大姑娘，只能送上一方自己绣的手帕聊表心意。彩霞姑娘说，不敢跟大姑娘来往，定当为姑娘在菩萨面前多磕几个头，盼望大姑娘来日嫁个高门大户做奶奶。彩霞姑娘说，万一大姑娘将来有什么难处，她若是能帮上忙，让姑娘尽管找她，她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顾采薇心下感动，彩霞是个懂礼又贴心的好姑娘，可惜当初的那一场拼尽全部的赌博她输了，所以一败涂地。她想想好像没有什么回礼，告诉彩霞姑娘，她的心意我领了，这是我自己绣的，虽然丑，但是请她不要见笑，我也会在佛祖面前替她发愿，愿她早日脱离苦海。彩霞姑娘说了，不可以要大姑娘的东西。顾采薇强把手帕塞给她，告诉她是我硬给的，她是个好姑娘，只要心是干净的，她总有脱离泥淖的那天。小葵眼眶微红，咬着嘴唇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在一旁的阿元从荷包里掏出一把铜板递给她，大姑娘给你买糖吃的。小葵抓着一把铜钱，对顾采薇笑着说声谢谢，怀揣着手帕，转眼间消失在渐渐散开的人群中。上次救人你说是本分，可是日后不准往来，你竟然把自己贴身的东西送给那种女人，万一日后那女人用这东西生是非呢？明珠见宋铎发火，不敢吱声，不明所以地望着顾采薇。顾采薇看了宋铎一眼，没有想他理解，也没跟他解释，只淡淡的说，什么是脏，什么是干净。他脏，买欢的男人干净；他脏，那辜负他把他卖入青楼的人干净；他脏，那些后院里草菅人命视丫头性命如无物的男女干净。他知恩图报，替我着想，我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孤女而已，身无长物，并不畏惧算计，只希望以心换心罢了。说完话，也不看宋铎铁青的脸色，慢慢往前走着。也许是大姨妈来了，她心情并不好，听到宋铎的那番言辞，才忍不住出言讽刺。他是多愁善感的双鱼座，虽然逗逼，虽然总是笑嘻嘻的，但是内心深处他异常敏感，容易动情。看到这种有故事而且是悲剧的女人，总是忍不住心生同情和维护之意。明珠见到别人有难处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，没有深仇大恨，在性命攸关的时候，一些小恩怨就放到一边。人生说短也短，可是说长也长。人生际遇变化多端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今日高楼起，明日可能就猢狲散。这世道对女人尤其不公，一个男人即使杀人放火，落草为寇，日后只要功成身就，世人仍然称一声英雄。而女人万一踏错了一步，世人的口水就足以让她挫骨扬灰。所以同为女人，遇到不如意的女子，何妨给她一点方便。明珠点点头，顾姐姐，大哥是疼你，还怕别人在你背后。两人单独走在一起的时候，顾采薇悠悠地说，表哥，你若是当初出了意外，那位没有翻身之日，你以为明珠的结局会好吗？可是她不是个好女孩吗？我知道我做事感情冲动，不顾后果，可是我不是高门贵女，我只是顾采薇，我愿意以一技之长真境自守，平心做事。我口气冲，你见谅。宋铎突然扭头看他，肚子疼，走路都有些歪斜不直了。顾采薇点头，感觉身下有一股热流流出，都不敢挪动脚步，支支吾吾地说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宋铎自是知道他这几日的小日子，点点头，伸手扶住他肩膀，另一只手从前面绕过去，搂住他的腰部，对还想挣扎的顾采薇呵斥道，老实点。被他拥入怀抱，顾采薇顿觉温暖。姑娘可是不舒服了，上午该喝姜茶的，都怪我。行了，阿元。顾采薇靠着宋铎，舒服得很，带着几分懒洋洋说道，我身体好着呢，就是今天在外面撒欢狠了，搅了你们玩性。你们继续玩，表哥带我和明珠回去。阿元哪里肯，和李茂明一前一后护着几人，走着与人群相反的方向，匆匆离开。回到客栈，阿元让小二熬了姜茶，服侍着顾采薇喝下才退下。
顾采薇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味道，本来想偷偷倒掉，奈何阿元坚持看他喝完，这才苦着脸喝下去，吃了很多蜜饯甜口。顾姐姐，快躺下休息吧，暖婆子给你。顾采薇回来换了小天使，又喝了姜汤，围着屋子里的炉子很快暖了过来。宋铎在外面敲门，大哥。宋铎走进来，看着背对着他装睡的顾采薇，不用装了，起来吧，我都听见你脚步声了。顾采薇被戳穿，没有丝毫不好意思，笑着从床上咕噜起来，大拍马屁，嘿，表哥英明神武。不难受了？宋铎瞥了半开的窗子一眼，明珠赶紧去关了窗。不难受了，我身体好着呢，就是不该在外面待太长时间，脚凉了，凉气就顺着脚底进入身体里。不过现在有点饿了，小吃又没吃够。顾姐姐，不如让小二上点饭菜。不用了，不想吃。不想吃就赶紧歇下。宋铎没好气地说，明天还要去知县那里，早点睡吧。好吧。宋铎举着几串炸得金黄的鹌鹑骨朵进来的时候，表哥，你真是我亲表哥。顾采薇看到他手里的鹌鹑骨朵，欢笑着冲出来，少吃些，夜里怕积食。宋铎把东西递给他，眼底带着难得的温柔笑意。吃货顾采薇的目光已经完全被他神往已久的美食吸引，忽视了他，而明珠却看得清清楚楚，嘴角带着了然的笑意。明珠，这是给你的，鹌鹑骨朵油太重，恐怕你不刻画就不要吃了。刚在外面看你很喜欢这个，所以给你买了。宋铎把一盏五彩琉璃灯递给他，明珠欣喜地接过来，立刻行礼，多谢大哥。自有了顾姐姐，大哥对女孩的心思也细致了许多，对她的关心也多了很多。吃完东西，正准备各自安睡去的时候，店小二引着上次的金嬷嬷来了。早就该来见姑娘，怕姑娘出去看灯，所以这么晚才来拜访。这些小东西啊，给姑娘玩。说着，金嬷嬷递上一个礼盒，顾采薇谢过，又约定明天知县府里马车来接的时间，金嬷嬷才告退。顾采薇打开礼盒看了看，一盒6只做得栩栩如生的绢花，2个银香囊，工艺虽然不如宋铎给她的那个，但是也很精美。这只衬你肤色白，压得住这白色。顾姐姐高兴的失神了，刚想起一个画本，回头给你讲讲。明珠连连点头，在她眼中，顾采薇很会讲画本，常常听得她痴迷。这银香囊做工不错。大哥，你随身带的银香囊呢？好像最近一直没有见你带过。明珠忽然提起这个话题，顾采薇有些尴尬，宋铎却很坦然，送给你顾姐姐了。明珠脸上难掩震惊，那可是……早晚都是一家人，你们2个晚上不许说话，早点睡觉。躺在床上，明珠忽然对顾采薇说，顾姐姐，大哥说你知道我们的身份了，对吗？顾采薇愣了下，知道一点点。怎么了？大哥那个银香囊是御赐的，当年三皇子和大哥带领几个侍卫在马球比赛中胜出，盛熙大悦，把附属小国进贡的这一对香囊赐给了他们2人，并且很是3育一番。那一年哥哥不过12岁，他和三皇子都很爱惜，都不离身。明珠的声音中充满了自豪。这么贵重啊，我可不能收，回头我要还给他。顾姐姐，大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给你，那说明他心里有你啊，他想你嫁到我们家呢。原以为大哥只是想给你一个名分，我还担心你将来受人欺负，不想原来大哥早就视顾姐姐为正妻了。一个香囊跟正妻有什么关系啊？顾姐姐可能不懂，大哥最是有分寸之人，断不会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妾室，他早就有心了。顾采薇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呵呵几声，望着窗帘发了很久的呆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几人大清早争论一团，甚是热闹。顾采薇是个语文渣渣，可是这首《青玉案》还是知道的，这明明是辛弃疾大爷的好不好？莫非这沈公子也是穿越的？要不要问问，看看是不是老乡啊？哎呀，算了，就算是也没多大意思，人家靠盗窃古诗词混得风生水起，他跑去说什么呀？一边下楼，顾采薇一边想着，一脚踏空，若不是宋铎扶了他一把，恐怕就摔下去，走路都不让人放心。宋铎轻声呵斥他一句，手却一直扶着，直到马车上才放开。1刻钟后，
终于到了。宋铎被童侍卫引着去见知府的二公子程昱，顾采薇被金嬷嬷带到了程梦离那里。恢复的不错呀，以后继续按时吃药。我再教您一套拳法，闲着无事时候可以在花园里打打拳，放松身心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多谢顾姐姐，她跟我说了顾姐姐同她说的话，姐姐大恩，梦离没齿难忘。那根木头跟你表明心迹了，求亲了吗？她跟我说了，我很高兴。顾姐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也就不知羞耻的把心底的话告诉姐姐。我心悦她甚久，现在知道彼此的心意，我们都很欢喜。我这身子也不知道能撑多久，父母兄长舍不得我嫁人，尤其是她身无长物又无功名，万一提亲他们恼了，把她赶走，日后再也见不到。她不如现在这样，偶尔还能见几次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顾采薇长久无言，感情的疙瘩可以解开，但是涉及父母家人，她不敢随便开口。就像现代社会那句话，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，婚姻却是2个家庭的事情。放心吧，你身体好着呢，听我的话，好好休养，别胡思乱想。很多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可能适逢契机就解决了呢，老天自有安排。那边程昱招呼宋铎喝茶聊天，因为他是秀才，正准备参加秋后的举人试，所以话题谈论到会试。不想宋铎对此很了解，两人聊得不错。可惜过了一会儿，程知县的故人来访，让人叫程昱过去见礼。程昱让童侍卫招待宋铎，童侍卫不知为何比上次见面沉默了些。童兄弟可是有心事？不瞒宋兄，我在担心小姐的身体是否好些，虽看起来气色好了许多，但是不得到顾姑娘的准话，我仍是担心啊。你不必担心，他跟我说过有把握，那程小姐必然无忧。不过她日后必要随我入京，程小姐这边恐怕顾及不到。家规森严，日后内子出门不易，而程小姐身体孱弱，也经不起车马劳顿，这事情实难两全呀。童侍卫紧蹙眉头，显然也陷入了沉思。半晌后，拱手带着几分恳求：宋兄，希望日后还是能允顾姑娘来为小姐医治。小弟知道这有些为难，可是总归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啊！宋兄若有任何差遣，小弟万死不辞。虽然你我初相识，但是一见如故，我对你也十分欣赏。不瞒你说，我现在人是军中人，你不妨考虑下跟我从军。你跟我从军，一则有个出身，虽然武将不如文官，但是若日后做到1、2品，亦不敢有人轻视。不瞒你说，我跟程知县有救，我自信能说服他应下婚事。二则呢，日后你跟随我，我在京中可以给你们安排住所，程小姐和内子之间妇人相交，自是方便。宋兄到底是何身份？从2品金吾卫上将军兼殿前都指挥使宋文阳。童侍卫愣住了，可是14岁带兵驱逐单于3000余里，而威名远扬的少年将军宋将军。是我。童侍卫猛然下拜。宋将军，小人眼拙，更胆大与宋将军称兄道弟，宋将军恕罪。童兄弟何须如此？宋铎连忙扶他起身。我现在处境堪忧，外面盛传我已经埋尸山中，而我九死一生逃脱，现在说好听的叫韬光养晦，说难听点不过是狼狈逃窜。可我相信日后必有东山再起之日。我与你一见如故，惜才爱才，所以不惜自曝身份，只希望日后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。大概这就是缘分。当日我下山就是想投奔宋将军的。宋铎面有喜色，这是我和童兄弟的缘分。不瞒你说，我舅舅与程知县有恩，当日我遭人暗杀追捕，就是想来他这里躲躲，结果成就了我和顾姑娘的一段情缘。而你对程小姐的感情就如同我对顾姑娘，所以我自是理解。我家大人不知是否同意，将军身份尊贵，开口知县大人没有不应的，只是我怕他看不上我，心有不满。小姐她至孝，到时候放心吧，能得到你这样的东床，程知县会满意的。顾采薇和程小姐说完话，在垂花门外遇到正在等她的宋铎，童侍卫也站在一旁，看到程小姐送客出来，忍不住看了她一眼。程小姐红了脸，童侍卫很想跟她分享好消息，可是消息并未彻底坐实，而且他还怕拖累她，因此忍着没说。在之前的谈话里，他已经跟宋铎说了愿意追随他，但是并不希望现在定亲，要等他彻底脱困之后再提，害怕耽误他的一生。宋铎当时说的是，如果出事那都出事，顾采薇就不可能离开这里，自然会给程小姐诊治，如果成功，那么他们就一起入京，届时各自办理婚事。马车上，
宋铎把童侍卫手指挥下，心里正高兴，正在闭目养神。哎，别说，他笑起来还挺好看的，怪不得程小姐喜欢他。顾采薇犹自喃喃自语，她又把程小姐的话絮絮叨叨地跟宋铎说了。不都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吗？真希望他们也能够顺顺利利。我将来若是有女儿啊，我一定告诉她，无论喜欢谁都要告诉我，我可舍不得让她这么为难。宋铎嗤笑，哼，他若是敢与人私相授受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顾采薇怒目相视，老天有眼，才不给你女儿呢，哼！宋铎瞥了他一眼，不是要真情自首，哪来的女儿？少见多怪，我只是不想嫁人，又不是不想生孩子，我都规划好了，回头找个男人，最好是读书人，落魄秀才，长得白净，酸乳气不是那么重的那种，搭伙生个孩子，提前签好协议，我可以给他一些钱，但孩子归我自己。宋铎听他振振有词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一甩袖子，顾采薇，今天晚上若不把女诫从头到尾抄一遍背诵下来，不准吃饭，不准睡觉。